大家好，我是释慧明，欢迎来到释慧明播客。今天我将带你一起走进中国最现代、最繁华，也最具魅力的城市之一——上海。无论你是否来过中国，相信你一定听过上海这个名字。它不仅是中国的金融中心，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地方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会用简单、清晰、缓慢的中文，陪你从历史、文化、建筑、美食到城市精神，全方位了解这个独特而迷人的城市。让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从最基本的问题说起：上海在哪里？上海位于中国东部，靠近东海，是中国最重要的沿海城市之一。因为它地理位置优越，水陆交通发达，所以从很早以前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。上海的名字由来很有意思，上有向上的意思，海非常明显指的是海洋，而上海最早的意思是海上的地方，靠海的城市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个名字逐渐成为今天我们熟悉的上海。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上海的历史。上海在古代原本只是一个小渔村，但到了明朝和清朝，它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贸易港口。19世纪以后，由于国际贸易快速发展，上海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。当时的上海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、文化、建筑和思想，因此它形成了独特的中西融合风格。你可能听过上海租界这个词。在近代，上海曾经被多个西方国家划分区域进行管理。虽然这段历史充满复杂性，但也让上海形成了今天这种别具一格的文化气质。现在你去上海外滩，还能看到很多100多年历史的欧洲式建筑，仿佛走在巴黎、伦敦或维也纳的街头。说完历史，让我们来说说现代上海的样子。今天的上海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，拥有高楼林立的天际线，其中最耀眼的是陆家嘴。这里有东方明珠塔、上海中心大厦、环球金融中心等地标建筑。当你站在黄浦江边，看着对岸陆家嘴的摩天大楼，你会感受到一种属于未来的力量。夜晚的上海更是无比迷人，城市灯光亮起，江面倒映着灯火，仿佛一幅流动的画卷。许多人说，上海是中国最浪漫的城市，因为无论是外滩的夜景，还是南京路的繁华，又或者是衡山路的咖啡香，都让人感到一种独特的都市魅力。除了现代建筑，我们还要提到上海的老城区、豫园和城隍庙。这里可以看到传统江南风格的建筑，有飞檐翘角的屋顶、精美的雕刻和古老的石桥。在这里，你能真正感受到上海从古到今的历史气息。说到上海，怎么能不提美食？上海的美食具有典型的江南特色，味道多以清淡、微甜为主。最有名的当然是小笼包，薄薄的皮，鲜美的汤汁，香嫩的肉馅，让人一口难忘。还有生煎、蟹粉面、红烧肉、葱油拌面、糯米糕，每一种都体现了上海人对生活的精致与讲究。上海人也很爱喝茶、喝咖啡，所以你会在上海看到传统茶楼，也会看到很潮的咖啡馆，这些都是上海生活的一部分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聊聊上海的文化特点。上海常被称为中国的窗口，因为它最早向世界开放，也最早接触到现代文化、音乐、电影、艺术和商业。上海人讲究海纳百川，意思是像大海一样，能够包容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与思想。
这个词非常适合上海。你在上海街头走着，会听到不同的语言，会看到不同国家的人，会看到传统与现代混合在一起。上海就是这样一座拥有无限可能的城市。上海的文化也体现在生活方式上。上海人注重细节，喜欢干净整洁，讲究品质，追求效率，同时又带着江南文化中特有的温柔和精致。许多外国人来到上海，会惊讶于这个城市的秩序、现代化程度以及市民礼貌而文明的行为方式。除此之外，上海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城市。这里有许多大学、科技公司、创新企业。很多年轻人来到上海追梦，希望在这个城市找到更多机会。上海也是中国科技发展最快的地方之一。自动驾驶、智能交通、人工智能、金融科技这些新兴产业在上海发展得非常迅速。可以说，上海不仅代表着中国的过去，更代表着中国的未来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想象一个画面：早晨的上海，阳光照在黄浦江面上，外滩的老建筑静静矗立，对岸陆家嘴的高楼折射着金色的光。街上行人步伐轻快，咖啡馆里飘来香味，地铁飞快穿行。这里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活力与节奏。傍晚时分，霓虹灯亮起，黄浦江上游船穿梭，音乐、灯光、城市的喧嚣交织成独特的上海夜景。站在外滩，看着对岸的灯火，你会明白为什么人们说上海是一座永远不会让你无聊的城市。节目接近尾声，让我们总结一下上海的魅力。上海有历史，也有未来，有东方的传统，也有西方的气息，有古典的静美，也有现代的速度。它是一座包容、多元、开放、创新的城市，也是一座能让人不断发现惊喜的城市。无论你是喜欢文化、历史、美食、建筑，还是科技、艺术、旅行，上海都能给你留下深刻印象。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释慧明，期待你有一天亲自走进上海，走在外滩的石板路上，坐在豫园边喝一杯茶，或者站在上海中心大厦顶层，看整座城市在脚下闪耀。我们下期再见。